爷，您看这丫头贱命一条，但好在身子骨硬朗听话，只要2两银子，您把她留下。哼，2两！现在灾民遍地，1袋糙米就能换个活人。主母，是这家人想卖了闺女，说是家里实在揭不开锅了。瞧这家人衣衫破烂，怪可怜的。管家，按身价给，再额外多给300文，算我积德了。是，主母。哎呦，多谢主母，主母真是活菩萨。契约签了，人留下，赶紧滚！死丫头，以后在沈家好好伺候，别给家里惹祸。就这样，我被卖到了沈府。主母心善，额外多给了300文，但我心里清楚，那是哥哥成亲的礼钱。菩萨保佑，让清河留在沈家当一辈子的粗使丫鬟，喝上一辈子的白粥。真是个傻子，许的愿望也是个笑话。清河，我才不会像你这么单纯，这白粥就把你打发了？我生来就是当主子的命，还没当上主子呢，就开始摆主子的谱了。你懂什么？哎，这几件可是二小姐最喜欢的真丝料子，仔细你的脏手，洗坏了你赔得起吗？洗完了这些，去我屋里把我堆在那里的2床被面也洗，动作快点。什么东西，真拿自己当主子？刘云，你以前也在这儿蹲着洗衣服，现在当了二小姐的梳头丫鬟就看不起我们了？彩云。人往高处走，水往低处流，谁叫我生的又有本事呢？清河，你是不是被他卖了还帮他数钱呢？他以前的臭袜子都是你帮他洗的，现在还看着他作威作福，你能不能成点气？小姐，这力道可还合适？奴婢刚跟厨房学了消暑的方子，待会儿给您端来。刘云不止漂亮，更有本事，他知道怎么讨主子欢心，所以他能穿上缎子。清河，今天谢了。谢谢刘媛姐姐。清河，你那1月300文的利钱都被刘媛这一文一文的把活给勾走了。我知道刘云心肠不坏，我的月例不过300文，这2年光是给刘云干活，我就已经赚了100文了。你竟敢打碎我最心爱的琉璃盏！不是奴婢，是小姐您刚才……是小姐自己摔的，我去说清楚。清河，你疯了！奴婢的命不值钱，你现在出头就是死路一条，明白吗？那之后，刘云越发受二小姐宠爱，而我还是那个低头扫地的粗使丫鬟。三少爷，你醒了？你不怕死吗？怕。怕死为何还要救我？不救你就死了。哈哈哈，好一个不救就死了，有意思，真有意思。好，从那过后，我就成了三少爷身边的2等丫鬟。清河，愣着干什么？过来帮我拎着鸟笼子。是。清河，那三少爷是个什么德行？你看不见？
要是想走，我回过头去求求二小姐，让你到她这儿来种花，总比守着三少爷强。一奴不是二主，哼，你真是当奴派的命。隔壁院的凉糕加了蜜枣，清河，你这怎么只有绿豆？蜜枣甜腻生热，少爷昨儿看书伤了神，吃绿豆清火最是稳当。到底你是主子还是爷是主子？我陪了三少爷7年，但外头的人笑话我，说我守着块扶不上墙的烂泥，白折了年华。二姐姐平日里最是宠你，把你宠得连尊卑都不分了。既然她不舍得管，本小姐替她教教你，什么叫丫鬟的命。稳住了，碗若碎了，你就去跟那个被打死的彩云作伴。我要好好伺候少爷，不要像刘云那样被罚。怎么，外头的太阳把你这丫头的魂勾走了？清河，你说你留在我身边图什么？府中人都知道我是个文不成武不就的废物，跟着我没半点奔头。比起那些得宠的有权的主子，爷这儿可给不了你大富大贵。但他们都没三少爷你人好。少爷饶命！奴婢该死，打碎了您的心头好，求少爷饶命！痛不痛？不痛，奴婢真的不是故意的。物件哪有人命重要？我不知道顽固到底是什么样，但我知道三少爷不可能是个废物，这神府的墙终究是关不住他的。你方才说什么？奴婢是一时慌乱，奴婢觉得少爷这样好的人，一定会成为响当当的大人物。好，那就如清河的愿，当个响当当的大人物。这2位少爷平日里最是嚣张傲慢，看不惯少爷，欺负少爷。响当当的大人物，我没听错吧？庶出儿子还想当大人物，做梦！字都认不全，还想出人头地，你也不撒尿照照自己的德行。区一个外世子，也妄想一步登天，简直是滑天下之大稽。既然想当大人物，那先教教你这大人物的规矩，给爷学2声狗叫，再从这儿钻过去。你们凭什么打人？快放开少爷！哟，倒是个忠心的丫鬟，可惜跟错了主子。不罚也行，那就磕个响头。我磕。哼，这种货色也配姓沈？不要欺负少爷，不要！清河，少爷你没事吧？少爷是大人物。怎么有你这么好的姑娘冲上来保护我？少爷是府里对我最好的人。以前在家里打碎一个碗，阿娘都要骂我，只有少爷说物件没有人命贵。少爷这么好的人，不该受那种侮辱。傻丫头，以后莫别说了。若没命的是你，那些物件有何用？清河，你给爷活下去，爷一定会成为这府里、这天下权势最盛的人。再没人能让爷低头，再没人能动你一根指头。少爷去陈夫子门下求学，我相信少爷一定能行。我等着少爷回来。哟，还在认字儿呢？指望那外世子回来提拔你？别做梦了！听说二少爷说了，三少爷在那陈家就是个书童的货色。你们那是嫉妒，嫉妒少爷能走出去，而你们一辈子只能当下人。少爷，我得变聪明，哪怕只能在梧桐院，我也绝不扯您的后腿。启报！神府三少爷沈泽渊省试高中状元及第。三少爷，您慢着点！哎呦，慢着点！老爷从江南急火火传回来的信，说您这次乡试中了头名状元，真是文曲星下凡。老爷说了，让您赶紧挪窝，这景深院哪是人住的地方啊！哼，老爷这信写的可真及时。哎呀，三少爷这是青出于蓝，老夫人也发话了，青竹院腾出来了，里里外外新添了10几个得力的奴仆，就等少爷您可正好刘爷突然写信来了，还有我们搬家，我这就成了1等丫鬟了。傻愣着干什么？
还不进去？怕这院子里的竹子把你吃了？少爷，奴婢总觉得这好像一场梦，咱们真能住这儿？疼吗？看样子你这还真是场美梦。好奇怪的感觉，被他这么看着，我脸上不知怎的火烧火燎的，连心跳都不稳了。瞧见没？那个清河粗使丫鬟出身，懂什么四合文墨，也就占了个救命的先机。听说少爷还要手把手教他识字呢，这种好事怎么落不到咱们这些本分人头？既然觉得自个儿是本分人，就滚去外院刷马桶，爷这屋里不养碎嘴的鸭子。少爷饶命，我们再也不敢了。少爷，喝口茶。您别生他们的气。过来，把爷刚才写的那篇策论抄一遍，抄不完今晚可没白粥喝。奴婢现在1等丫鬟了，哪能没饭吃？少爷，你也真是的，谢相公的家宴上那么多稀罕玩意儿不拿，偏去路边摊子上守着老头，给编这个。你懂什么？那些金玉死沉，那呆子拿了只会吓得手抖。傻丫头，明天可别又当成废草给扔了。又是草编的。少爷总是拿这些东西逗我，这种东西少爷能给我也能收，可要是让云禾他们瞧见了，不知又要说出什么难听的话来。哎呦，这院里的活儿怎么总瞧见清河姐姐在忙活？少爷不是说提了你当大丫头吗？怎么还像个粗使的一样，整天围着这些脏衣服转？云禾姐姐，有些人呐，生来就是这种命，那位不过是运气好，当初挡了2拳才入了少爷的眼。真论起才识、长相、绣活，他哪一点比得过咱们？也就是仗着当初那点情分，早晚得耗尽。可不是嘛，一点本事都没有，离了少爷，怕是出门就得饿死。人的贪心真的很可怕。从前我只想着当一辈子吃米饭的粗使丫鬟，而今我生了妄念，竟想一辈子跟在少爷身边。既然病了，就老实歇着。这书房伺候少爷的活儿，我替你去。云禾，少爷习惯我研的墨。清河，大丫鬟的位置可不是靠熬年头就能坐稳的。听说了吗？昨儿半夜，云禾被管家直接从书房拖出来，连行李都没让收拾，就赶出府去了。听说了，少爷平时瞧着温和，动起怒来真吓人。为什么？为什么赶走云禾？因为他勾引主子，妄图邀宠。清河，爷把你提成大丫头，不是让你受委屈的。你是爷的人，得学会保护自己，懂吗？张嘴。好苦，少爷。苦就对了，爷特意让人加了双倍的黄连，不苦你不长记性。哟，清河姑娘这病刚好，就出来拿威风啦。老奴在沈府当差的时候，你还不知道在哪玩泥巴呢。我不能再忍了，我是少爷的大丫鬟，若我立不住，丢的是少爷的脸。孙妈妈看来是这青竹院的差事太清闲了，才让你有空在这儿嚼舌根。这院里的规矩，第一条就是尊卑。你个小丫头片子，敢训我！我是少爷亲提的1等丫鬟，你不敬我，便是不敬少爷。来人！孙妈妈言辞不敬，冲撞上司，从今天起夺了她的差事，发配到外院去。不要啊！渊儿，你如今高中会员，眼看科考最后一关，在外奔波，最怕被那些狐妹子勾了魂去。这2个丫头是老身亲手挑的，给你放房里。祖母偏心，元帝不过考了个会员，您就把府里最标致的丫鬟全塞给他。你房里已经纳了5、6个通房了，还没个够。渊儿是正经读书，老身是怕她在外学坏。孙儿一心只在功名，谢过祖母美意，但这2人，孙儿实在无心安置。泽渊此次会试夺魁，真是有乃父之风。再瞧瞧你2哥，整日只知在女人堆里混，顽劣不堪，简直丢尽了沈家的脸。今天
少爷，您这是怎么了？是不是吃醉了？清河，我好热，你帮帮我，好不好？我知道我不该的，可他是我的少爷，是我守护了这么多年的人。奴婢在这儿，我有什么拒绝的理由？躲什么？爷昨夜里是把你吃了还是怎么着？少爷，天都要亮了，奴婢得回房，一会儿嬷嬷该来巡房了。巡房？爷在这儿，谁敢进这个门？再说了，以后没人的时候，别自称，记住了。记住了。走吧，醒了就尴尬了。这种事他定会当成一场荒唐梦给忘了的。清河，过来。爷瞧着你这身上一定藏了毒。毒？少爷莫要混说，奴婢我天天洗澡，今日还用了你赏的胰子，哪来的毒？若没藏毒，怎么爷这几日坐在书房，满脑子都是你？瞧着那些侧翼，都能瞧出你的影子来。若是半日离了你，竟觉得浑身心痒难耐。那是少爷自己定力不好，赖不到我身上。清河，真想把你变小，揣进爷领口的兜里，去哪儿都带着，让你就这么跟着爷一辈子。清河也想陪少爷一辈子，不当什么一等二等的，只要能像这世上最普通的一对夫妻那样，长长久久的守着。夫妻，普通夫妻。清河，知道吗？爷最喜欢的就是你身上这股子天真。站住！少爷交代了，研读策论期间，任何人不得入内。大哥通融下，这是定胜膏，凉了变硬了。我是清河。少爷特意吩咐了，尤其是你清河，最是不能进去。瞧瞧，有些人真把自己当主母了。可不是，少爷那是什么身份？那是天上的仙，他这块地里的泥也敢妄想。我就该老老实实当一辈子丫鬟，而不是在少爷对我好一点的时候，就生出了那种欲履的心思。这爱就像毒，他让我以为我可以平视少爷，可我忘了，少爷没了我，依然是那个风光无限的沈家三少，而我没了他，便只是个遭人白眼的小丫鬟。清河，你瞧瞧我现在的样子，你快瞧瞧。我现在是二少爷身边最得宠的姨娘了，肚子里有了孩子，只要生下长子，我就能彻底在这沈府站稳脚跟。那些苦日子，我这辈子再也不想过了。刘云，你真的觉得这日子好吗？二少爷后院里已经有5、6位姨娘了，他那个人如此好色，你能得宠多久？唉，没办法，二少爷要是像你家三少爷那般不近女色、自律守礼，我也钻不进这空子，当不成这姨娘。这都是命，清河。不过我觉得三少爷似乎对你另眼相待。清河，你听我一句劝，别死脑筋。你努力，万一成了三少爷的姨娘呢？到时候咱姐俩在这沈府互相扶持，说不定我还得靠你帮衬呢。姨娘吗？清河姐姐，你今儿是怎么了？这半个月你总躲着少爷。元儿，你不懂，我这不是什么欲擒故纵的手段，我只是害怕成了那梧桐院里的柳姨娘。柳姨娘曾是老爷最宠爱的妾室，最得宠时，在这府里连正房夫人也要让她3分。后来她被老爷厌弃了，她是不是不要妾了？她死的那天没人在意，就那样被2个粗壮的小厮用草席一裹，直接扔进了乱葬岗。当姨娘真的会有好下场吗？我有些害怕刘云会成为下一个柳姨娘。刘云会吗？应该不会。刘云是那样聪明，那样有本事。知道你受罪，特地给你做了这些。清河，救命！这满院子的山珍海味，吃进嘴里都跟吃泥巴似的，只有你这口东西能让我活过来。还是你腌的这幸福合我的胃口，那些婆子送来的，要么齁甜，要么一股子怪味，闻着就想吐。你爱吃就好，我书房那儿还备了几坛子，吃完了再去取。清河，我这么爱吃酸，这胎一定是个儿子，还没生呢，你就知道是小少爷了。我当真有这种预感。
清河，等我生下长子，就认你做干娘，到时候他出息了，就接你出府，再不用在这高墙里看人脸色过活。刘云一向泼辣，可那天阳光照在他脸上，真是慈爱极了。我竟真以为我们能等到他口中的那个未来。怎么了，小翠？我本想着云姨娘怀了身孕，等她生下二房的长子，我也能跟着享福，谁想到竟被送人。可刘云还怀着身孕啊，那是二少爷的孩子，他怎么舍得？没办法，谁让林大人好这口，二少爷又有求于林大人呢？这都是命，只怪云姨娘命不好。少爷，救命！求少爷救救刘云！刘云，二哥房里的事，你跑来求爷做什么？二少爷要把刘云送给林大人，刘云还怀着身孕啊！求少爷看在往日的情分上，去跟老爷说说，救救他。清河，你急火火的跑回来，就为了跟爷说这些？奴婢求少爷了，少爷您最有办法的，您帮帮他。他是二哥的物件，爷去要那是坏了规矩。清河，你逾矩了。少爷是我唯一的希望，可我忘了，他是这沈府里最懂规矩的人。刘云，那个嘴毒心软，曾在我被欺负时冲在前头护着我的刘云，难道真的要就这么没了吗？奴婢求少爷了，求少爷救救刘云，求少爷救救刘云！还要磕到什么时候？为个二房的婢女，你连命都不要？回去包扎，这件事爷管了。爷，成了。二少爷和那个林大人因为强占民女和贪了一本，刚下的旨意，停职罚俸1年，全府都在传呢。爷说过会给你个交代。那刘云呢？刘云回府了吗？刘云被林夫人迁怒，杖毙后丢到了乱葬岗。他说要接我出府，他说要让我当干娘。他那样泼辣的一个人，到死连个全尸都没留下。怎么，怕了？少爷，那是一条命啊！不怕，爷和二哥不同，爷会护你一辈子。我本该相信他的本事，可在这袅袅青烟下，在这来往的人山人海中，我却想起了疯了的柳姨娘。在她最得宠时，老爷是否也说过这样的话？没人能给我答案。哎，听说了吗？二少爷屋里空出来个圈，怎么不晓得？我昨儿特意托人去管家那儿打听了，说是过2日便要挑新人补上去，就不怕是自己太高调，活该。二少爷自多风流啊，要是能当上姨娘，那可是翻了身了。刘云的死，原来在他们眼里如同后院厨房宰杀的鸡鸭一般，没有激起任何改变。要我说，还是咱们少夫人这招玩得漂亮。可不是嘛，二少爷往日最是偏宠那刘云，少夫人不过略施小计，二少爷就乖乖把人送出去了。翠儿，这府里那些人都学聪明了，是他推波助澜，为了他的规矩，刘云和他未出世的孩子就得死。哟，我当是谁呢？这不是三爷身边的宠婢吗？怎么三爷不在，跑这儿来发什么疯？刘云的事是少夫人做的，错了又如何？那是他命贱。你竟敢打我！你就是那个为刘云出气的小丫头，还挺有血性。可为奴为婢的最忌讳这点血性，若都像你这般随性所为，这沈府上下视规矩为何物？规矩就是让夫人草菅人命吗？你害死云姨娘，难道半夜里不会亏心，不会被噩梦惊醒吗？害死云姨娘的可不是我，是她那张口无遮拦的嘴，是她那颗不知天高地厚的野心。把她送走的是二少爷，派人将其杖毙的是林夫人，又与我何干？是你从中推波助澜，是你暗示二少爷林大人的喜好，是我，那又如何？你凭什么替刘云出头？她不过是个妾。说到底，你们都只是主子随手可以打骂的玩意儿。不要以为你仗着是三弟房里的宠婢，就觉得自己高人一等。今日便是我在这儿打你，三弟也绝不会为了一个玩意儿与我这二嫂治罪。二嫂这是在教训谁？三弟回来了，这丫头不懂规矩，我替你。我房里的规矩还轮不到二房来教。今日之事我记下了，清河，我带走了。怎么，爷晾了你1个月，你倒长本事了，敢去二房的地界撒野？爷最后警告你一次，再有下次，我不会惯着你，记住了吗？奴婢记住了。清河姐姐，大喜啊！二少夫人因御下不严，惊扰贵客，被老爷责令禁足1月。少爷这可是实打实的为你出了口恶气。禁足1月，刘云已经当了姨娘了，命还是这样低贱。清河，你呢？你的去路
又在何处？清河，快别忙了，跟我去后门看热闹。大少爷院里的莫局赎身了。走吧，咱们回家。进府10年，月例300文，平时攒下的帕子钱，编草编的赏金53两4000，赎身要30两，剩下的租间屋子，开个胭脂铺。刘云说过，胭脂生意最是赚钱。她是掌柜的闺女，教过我的。我在想什么？那是少爷，是救我命、教我识字、护我周全的少爷。菩萨，我这是在背叛少爷吗？少爷待我这样好，我竟想着离开他。可我真的害怕，怕我最后连一卷草席都换不回来。菩萨，求您告诉我，我该怎么办？若是当初刘云姐姐的爹没去赌钱，她现在应该还是那个在自家铺子里娇滴滴的胭脂铺大小姐吧。闲暇时，我总会想起她，她教我的手艺我没敢忘，每磨一次胭脂，我就离那个自由的梦近了一分。吹起我心头的灰，吹醒我眼中的泪，吹去我脸上的悲，吹不尽念你的美。少爷，东西都备齐了，大袋的肉脯和烤饼搁在最上头，耐放。护膝和棉衣也塞进去了，春寒翘翘，连烤3日，那耗子里阴冷的紧。少爷一定要多穿点，别冻着。这么多东西，爷是去考状元，还是去荒山逃难？捷报！全府3少爷沈泽宇高中状元！恭喜少爷，贺喜少爷！陛下钦点，跨马游街。少爷成状元了，我的地位也跟着水涨船高。清河姐姐，这是我托家里带的云缎，您摸摸这质地，往后在少爷面前还得请姐姐多美言几句。是啊，姐姐，谁不知道少爷最看重您？凭您这情分，日后成了状元宫的宠妾，那可是扶摇直上，连夫人都要敬您3分的。两位妹妹言重了，我只是个伺候人的，先去忙了。难不成？不会的。恭喜状元公，夫人这是喜脉。虽然胎息尚浅，脉象如盘走珠，已有月余了。来福，送大夫出去，管好嘴。若是传出半个字，也打断你的腿。少爷，我不知道。清河，你说我是不是宠你太过，把你宠得忘了尊卑，忘了规矩？他在怀疑我为了上位，故意算计这一胎。如今沈府上下谁不在传你会成为爷的宠妾，扶摇直上？可清河，你要知道，在这深宅大院里，宠妾，没有爷的宠爱，你就仅仅只是个低贱的妾。我知道，柳姨娘死在乱葬岗时，我知道；刘云被宋人杖毙时，我也知道。我从来都没敢忘过。既然知道，还敢如此试探爷，莫非你是算准了爷心中有你，便敢拿着肚子里这块肉来赌着青竹院正妻的位置？少爷便是这么看我的。不久前，谢相已经将他的幼女许配给爷，是爷能在朝堂站稳脚跟的底气。半年后，主母就会进门。清河，爷对你再宠爱，也不能越过谢家去。谢家嫡女未进门，你却有了庶长子，这是在打相爷的脸，是在断爷的青云路。你明白吗？爷不追究你的那些小心思，你也莫要让爷难做，乖乖喝了这药。喝了它，你依旧是这院里的1等大丫鬟，没人敢动。少爷，这药真的好苦。少爷，清河若说这胎真的是个意外，清河并无半点试探之心。不管是意外还是人为，这胎都不能留下。下次再莫耍这种小心思。你要知道，这世上的情分也是会耗尽的。换而言之，他不信，他从未信过。疼，腹痛如刀绞，可我觉得这种痛远没有他那番理智的话来的伤人。大夫诊出喜脉那一刻，我竟还下意识去想，他会不会有一丝惊喜，哪怕只有一丝。来福，等药效过了，把他送回偏房，找个妥帖的人守着，别出了人命。何况他未必还看重我这份卑微的爱，那些感情，那些心动，早就在我不自知的时候成了过去的事。姐姐，你可算醒了！你整整昏睡了3日3夜。少爷来看过一次，见你没醒就走了。来看我？他是来看我有没有死吧？姐姐莫说这种话，这药虽猛，好在捡回了命，你且宽心养着。命是捡回来，可惜不止呢。听说谢相府的幼女最是守礼端庄，这样的人家进门，哪能容不下立过大功的旧人？以后啊，这清河姐姐就是状元宫的宠妾了。这不，马上谢家主母进门，她这地位肯定跟着水涨船高，指日可待呀。
老夫人刚歇了午觉，你且候着吧。进府10年，你也算是个老实本分的。怎么？你往日看着安分，你是觉得渊儿高中了状元，老身就能容你母凭子贵，坏了谢沈两家的姻亲？奴婢确有事求老夫人，但不为此事。奴婢在沈家10年，深知府中规矩，自没有庶长子的道理。还好此事知者甚少，若传扬开来，未免辱没三少爷声誉，故奴婢特来赎回身契，望老夫人恩准清扬李府，断了惹事的祸源。赎回身契？你要走？只有清河离开，才能断了这惹事的祸渊，以免将来少夫人进门，因奴婢这等旧人与三少爷徒生嫌隙，坏了府内的和气。倒是老身看走了眼，原以为是个想攀高枝的，没想到你倒是个难得的通透人。去，把我压箱底那匣子参气取来。既然他想通透，老身便成全了这份通透。银钱2千。拿走参气前，老身最后问你一句：你一路陪着三爷，从冷落到如今高中，好不容易熬到了出头之日，今日一走，这即将到手的富贵便彻底没了。清河，你白白舍弃这些，可曾后悔？老夫人，奴婢7岁进府，这沈府的砖瓦替奴婢遮了10年的风雨，清河绝不后悔。好一个贫贱安中得，拿着吧。你进府时，老身见你爹娘可怜，多给了300文。小娘子，这就是您定下的瓦房，虽然只有1间，但后府水井样样俱全，邻里也都是老实做买卖的人家，正适合您。甚好，多谢。这是沈府没有的喧闹，没有了那些勾心斗角，没有了战战兢兢，这是人世间最难得的烟火气。痛快！从今日起，我只是清河，不再是谁的丫鬟了。王大妈，这是我亲手研的胭脂，您瞧瞧这色泽，比那铺子里的还要细些。细是细，可多少钱一盒？55文。若是您要，我再送您1小盒擦手的面膏。哎呦，55文，抢钱呐！不买！这样下去，什么时候才能攒够买铺子的钱？张大哥，谈笔生意如何？市面上这种成色的胭脂起码55文，我48文卖给您，剩下的就是您的利。还是贵了，45文，46文，不能再低了。您拿去那些大户人家的后门卖，保准那些小翠小红抢着要。成，看你这丫头爽快，先给我拿20盒。大娘，2碗肉丝面，加2个蛋，再给我切个大鸡腿。哟，清河丫头，这是发了大财了。是，今儿高兴。只有自己挣来的肉，嚼着才最香。刘云，你瞧见了吗？我正过着你当初盼望的日子。清河掌柜，恭喜开张啊！现如今这城南，谁不知道您云河的胭脂好？还要多亏张大哥提携。刘云，当初若非你爹赌钱，你定是这世上最威风的胭脂大小姐。如今这铺子有一半是你的。哟，这云河家的手霜果然名不虚传，抹上去跟玉似的。太太，外头都叫咱们掌柜胭脂西施呢，手艺能不好吗？夫人谬赞了，这面纸里添了白纸和珍珠，最是养人。哎呦，我的天爷呀！大家快来看看啊！亲生女儿发了财，亲爹亲娘快饿死了也不管啊！丧尽天良的不孝女啊！有你如今发达了，穿绸挂蛋的，怎就不想着拉扯家里一把？咱爹娘在家中种地多么辛苦，你倒好，在这城里发财了也不家里一把，你还有良心吗？一家人两全，当初把我卖给沈府的事儿，你们都忘了吗？不是为了活命，谁舍得卖闺女？呸！这10年。我辛辛苦苦洗衣服、研磨、挨打换回来的血汗钱，你们用的还少吗？现在跟我提良心！我在沈府10年来，我给家中寄去了5年的月例，整整5年，你们收到了13两5钱银子，换回来的是这10年里的5坛咸菜。诸位街坊请看，这几人见我铺子红火，竟敢打着我王父王母的名头招摇撞骗。张大哥报官，就说永乐巷有人入室抢劫，强认亲戚，卖了闺女还想接手铺子，这种人也配叫爹娘？滚吧！没见过这么厚脸皮的。关门，送客。别进去！这家掌柜心肠黑啊，连亲爹娘都不认，他卖的胭脂指不定也是烂心货。这家掌柜怎么惹上这种狗皮膏药？2位大哥，认清这2张脸，以后只要他们踏足铺子3丈之内，直接撵走。交出账上银钱，并把胭脂铺过移到哥哥名下，不然就把你扔进乞丐堆里。我到底还是高估了你们的人性。这是哪儿？阁下是谁？清河，离了爷你就把自己弄成这副鬼样子。少爷，奴婢民女失礼，我明明被绑在城隍庙，怎么会？放心吧，
你那爹娘竟敢指使暴徒行刺朝廷命官，昨晚以悉数下狱，此生他们都没机会再出现在你面前。连累少爷费心，让少爷见笑。躺了半日，出去走走。这种感觉太可怕了。我以为城南这么大，即便再见，也隔着人海遥遥相望，却不想我竟又像10年前那样，踩着他的影子走路。这宅子如何？极好，宽敞明亮，景致也是费了心思的。从现在起，这座宅子就归你了，房契、下人、份例也都给你备好了。少爷，这话是什么意思？归我？这是要将我养作外室？我不当。开门！放我出去！来人呐！跑什么？爷说过，这宅子是给你的。为什么关着我？清河，你曾说要陪我一辈子，既然说好了，便不能食言。我不计较你之前为了几文碎银跟那些男人拉拉扯扯，可从今天起，你老老实实待在这庭院，好好做一个养尊处优的小夫人。我若不答应呢？清河，爷不想对你用上那些见不得光的手段。你室内娇养出来的花，承受不了外面的狂风暴雨。你要学会的是乖一点，明白吗？明白了，清河听爷的。其实你和神府里那些主子从没区别，你从未正视过我。如果你我身份对调，如果你是奴我是主，你还会觉得这种是恩赐吗？你剥夺我的自由，自令我按照你的喜好活着，仅仅是因为在你眼里我只是一个宠物。绣一朵逃出墙头的杏花。这样才乖。第8次。清河姑娘，爷在府里等您用午膳，请回吧。1个月内我跑了8次，你真的要把我逼死在这桃花坞园里吗？前7次爷由着你闹，可清河若不是爷的人快一步，你是不是已经远走高飞了？只要我还有一口气，我就不会停下。你关得住我的人，关不住我的恨。恨，好。沈泽轩，这不关碧桃的事，是我自己要走的，你放了他。清河在这待了3天，还没学乖吗？姑娘救我！姑娘，听好，再有下一次，要的就是他的命。记住了，我记住了。姑娘，您今儿做的这桃花酥真俊，少爷回来看了定会欢喜的。他欢喜就好。沈泽渊过来，我不跟他吵架，像从前那个老实安分的清河一样，只有这样，他那多疑的心才会一点点松懈。清河，给爷生个孩子好不好？曾经少爷的要求我没有不应的，可他也不是当初那个少爷。我清河绝不会生下一个没有名分、受人白眼的外世子。说话。爷说的，清河哪敢不依？恭喜大人，姑娘这是喜脉，虽不足2月，但脉象滑实，定是有了。当真？你确定是喜脉？千真万确。清河，听到了吗？我们要有孩子了。爷的婚期就在下月，这孩子的存在要是被相府那位少夫人知道了，岂不是生生打了相爷的脸？放心，宝去，谢相要的是沈家的宣扬此事，谢相不会在意，一个外世子对谢家构不成威胁。这样，清河就安心了。姑娘，您瞧瞧，这是少爷特意送过来的料子，说是南边新上的贡品，全京城统总就这么几匹。少爷心里啊，一直记挂着您和肚子里的小主人呢。东西是好的，姑娘您想通了就好。少爷如今正筹备大婚，谢相府那边规矩重，少爷也是怕委屈了您，才暂时走不开身。嬷嬷，听说今日谢相府的千金出嫁，那新夫人脾气秉性如何？听说谢小姐最是端庄守礼，才情过人，姑娘您就放心吧。清河娘子，这里头是少夫人为您备的银票和新的户籍文书。少夫人说了，死去今年莫要回头，清河娘子后会无期。沈泽渊，你算准了人性，却唯独没算准我的野心。你要的是一个听话的宠物，我要的是这一分天，这一方土。小娘子，西州到了，拿稳喽，跳板湿滑，可别跌着。大叔，这一路辛苦您了，
这几文钱您拿去打2两烧酒，去江上的湿气。谢小娘子赏，这码头乱，您走南边那条道，那儿马车稳的。承您吉言。小娘子眼光真多，这县虽小，可这杏花巷是最安稳的，街坊邻里都是本分人。这租金虽贵了点，但绝对足。成了，就这儿吧。娘子，您瞧瞧，这位苗嬷嬷原是在京城大户人家伺候的，不仅勤快，还识得一手好药理。嬷嬷贵姓？嬷嬷贵姓，夫家姓苗，这是老奴的孙女小娥。娘子早年伤了底子，后来又服过大寒之物和那假脉药。嬷嬷直说便是，我这身体在神法吃过不少虎狼药，心里有数。我已经看开了，何况我早已没了嫁人的心思。娘子心思剔透，这世俗中人都说女子必须嫁人生子，可老奴看在那朱门高墙里待了大半辈子，看到的尽是枯萎。世上女子万千，不是只有嫁人这一种方式。娘子不嫁人好，不嫁人才好，嫁了人就变得疯疯癫癫，我见过的。疯疯癫癫？小娥，你在哪儿见过的？谁变得疯癫了？闭嘴！娘子莫要理会这丫头，什么话都敢往外说，没个遮挡。嬷嬷何必吓着孩子？我也只是随口一问。娘子这手艺，说是京城贵人使的也不为过。这手艺是当初在神府随一位叫刘云的姐姐学的，可惜这成色放在京城自然好使，可在乾安县我也只能低价售卖。哎呦，清河丫头，这是自家山上刚摘的野山果，没卖相，送给你们舔舔嘴。郭大娘骗人，这哪是舔嘴的，这是要倒牙的。酸才好啊。嬷嬷，小安前阵子过生日，我买的那些果脯实在是甜的倒嗓子，吃一块就想喝水。咱们这山果底子酸，若是能把这甜酸味中和了，老幼皆宜，一定不愁卖。嬷嬷，快过来，果脯出炉了，快来尝尝甜不甜。嬷嬷，人呢？一转脸就不见人了。嬷嬷，你去哪儿了？嬷嬷！撑住，啊，嬷嬷！小娥，想说什么就说吧，别憋在心里，憋久了容易生病。娘子，您本就体寒，如今为了救嬷嬷，您若落下病歌，我们真是对不起你啊！嬷嬷这些日子帮我免去了多少病痛，我心里都清楚。我左不过是多喝几碗苦药，就能救回嬷嬷。既如此，我有何不救的理由？娘子大恩，老奴此生难忘。从今往后，老奴这条命就是娘子的，愿为娘子出力，在所不辞。嬷嬷这是做什么？莫别说这些折上我的话。我看中你们是为了有个依靠，小娥才这么点大，往后在这院子里，咱们就是一家人，别再说什么命不命的，咱们都是一家人。娘子，这宿州怎么比京城还冷？昨儿夜里我感觉被窝里都结了冰碴子。那是这儿的湿冷入骨。老奴以前在北方流离时，见家家户户都盘一种火炕，一烧起来，全屋子都是暖的。这不，老奴特意请了师傅来，给娘子也盘上一座。当真神奇！只要在灶间烧火时，顺手添上一把炭，这热气竟能顺着烟道绕到床底下。嬷嬷，这下咱们晚上可算能睡个安稳觉了。嬷嬷，这火烫哪儿都好，就是这屋子里太燥了。娘子，我的脸也疼，像是被风割了一样。宿州天干，火烫更甚。老奴以前随主家学过点调理方子，自个儿配了份补水的面乳，娘子且试试。好东西，嬷嬷，这面乳抹上去清爽滋润，半点不油腻。嬷嬷，这方子你给我，咱们把它做成买卖，所得的利润我分你5成。娘子莫要折煞老奴，不过是个土方子，哪敢要您的钱？不行，绝对不行！亲兄弟还要明算账，若是你不拿钱，我这掌柜当的心里也不踏实。老奴万死不敢受5成，若是娘子执意要给老奴几文钱就够了。4成，半成，3成，不能再少了。2成，若是娘子再多给，老奴便带着小姨去院子里跪着了。成，依你，就2成。娘子，这上好的面纸，咱们就这么白白送给那些姑娘？嬷嬷，做生意不看名声，看的是需求。我以前在京城卖胭脂水粉时就发现了，那些女人天天得往脸上扑厚粉，皮肤最是容易看裂，她们啊才是最离不开这面纸的人。等着看吧，最多3天，她们定会寻上门来。红姐，这是小店新制的补水面膜，清爽不腻。姐妹们若是夜里觉得脸疼，抹上一层，保准明儿个上妆服帖。这几盒是送大家的。请问是清河娘子吗？我们红姐说那面数还有多少？我们全包了。从前在张娘子身边，她那手松，随手就是10两20两的赏钱。可那银子拿在手里总觉得虚，像是风一吹就散了。可这银子不一样，这是老奴自己换来的，拿在手里，这心里啊踏实安稳。
嬷嬷跳得好。头疼的像被劈开了一样。王后，你就是我亲娘，这是我亲闺女。娘子，刚熬好的醒酒汤，趁热喝了，脑袋能清爽些。干娘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岁岁平安，岁岁平安。小娥莫怕，是婉想听响了。娘子，昨晚是老奴吃醉了酒，没了规矩，请娘子责罚。这几个月相处下来，嬷嬷是什么品性，我心里跟明镜似的。干娘，其实我也曾是神府卖身的奴婢，奴婢的苦，奴婢的难，我比谁都清楚。咱们既然已经是一家子，明日我就上一趟官府，消了你们的奴籍。我儿不怕，日后有娘在，定不会让你像从前那般担惊受怕。干娘，这面珠生意比咱们想的还要火爆。可不是，昨儿个那谢家旁支的管事还来问，想要订50盒走。不过咱们得再雇2个伙计，不然真要把这孩子累坏了。雇，咱们还要在顾锦永乐巷再看一出更大的铺面。干娘，好日子才刚刚开始。听说了吗？那清河掌柜一个年纪轻轻的女人买了3进的大宅，指不定是在哪儿发了横财呢。可不是，听说他那宅子晚上总不安静，谁知道有什么猫腻？娘子，这帮人乱说话，你竟能忍得住？干娘急什么？我在乾安县待了3年，真正照顾买卖的人自然信我的品行。至于这些乱说话的，本就不是我的客，由着他们去，省得日后麻烦。可这也太悲屈了。干娘，去把那几个领头的家底翻出来，他们想看戏，我就送他们一场大的。清河掌柜，我们该死，再不敢胡说了，让那位壮士饶了我们吧，我们再也不敢了。干娘，你出手的？不是我，看来背后定有人帮忙。娘子，想知道谁出头，试一试不就结了？我有主意。救命啊！快来人呐！我家娘子在后山上摔了腿，有没有好心人帮帮忙呀？这丫头苦肉计使的倒是有模有样。徐木匠，没事就好。娘子，我就说一试便知。徐师傅，门修好了，别急着走，进来喝口热茶。刚才吓着你是我不对。不打紧。徐师傅，你一个人就能把那几个打得鼻青脸肿，那架势可不像是普通木匠能有的。做木匠前，我还在北边当过几年兵。原来如此，徐师傅，谢谢你。若不是你出手，我这铺子的名声怕是要被那几个人毁了。改日我请你吃顿饭吧，就在回翠楼。不用，都是我应该做的。你的腿还疼吧？徐师傅，没事啦。其实刚才小娥是骗你的，那是我吊你的借口。我娘子，那徐部将是个老实人，眼里有活，手里有准。这种男人虽然嘴笨，但遇事是真能顶上去。他帮助阿娘，我们可以重礼感谢的是，婚姻是女人一辈子不嫁，也不愿意阿娘重蹈覆辙，再次所托非人。你这小丫头脑子里都在想什么呢？谁说阿娘要嫁人了？恩情是债，可以用银钱，用铺子的力，甚至用命去还。但婚姻，干娘，小娥说的对，恩情和婚姻本就是两回事。这名字，娘子当初刚到乾安时就定下了，一晃都3年了。苏是流云姐姐的姓，我用了她的姓在这扎了根。徐师傅是个顶好的老实人，我不能骗他。今日这顿饭，我不仅要把这聘书给他，还得把我的过去清清楚楚地摊在他面前。苏掌柜，贵客到了，酒菜上齐，请慢用。徐师傅，请坐。今日冒昧相邀，是想谢过你上次的救命之恩。苏娘子客气，分内之事。徐天，你帮我打流氓，又帮我修门，其实你是喜欢我对吗？徐天，谢谢你，可我不喜欢你，我这辈子也没法给你生孩子。我很感激你的保护，只想守着这间铺子，当苏荷，不当谁的内人。所以我有个不情之请，如果你不嫌弃的话，我想正式聘用你为苏府的护卫，你看如何？好，只要能守着苏府，干什么都行。我不求别的，只要苏娘子不赶我走。徐叔叔，我要上的最高。娘子，老身这一辈子在那京城见多了吃人的牛鬼蛇神，本以为这世上的男人都像那何举子或沈家那位一样，
如今倒是真让老身见着了一个活生生的人。他确实跟旁人不同。徐天，这烟花费了不少心思吧？救不得法子，不费神。徐天，你这个人真没意思。但是烟花很好看，谢谢你。徐天，这是你这个月的月钱，还有一份是额外给你的赏银。拿了钱，今日便走吧。苏府不需要护卫了，这里不适合你。你是个好人，该去寻个正经姑娘成家立业，而不是在这蹉跎大好年华。望娘子珍重。娘子，那是个实心眼的孩子。我知道，正因为他好，我才不能拉他入泥潭。我这样的人不配。齐了，刚才还没呢，一转头就搁这儿了。突然想吃望仙楼的烤鸭了。说来也巧，今儿我去早市儿，正好撞见有个伙计在卖这现成的。掌柜饶命！我有眼不识泰山，以后见了您，我绕着道走。徐天，傻子才看不出来。消息放出去了吗？放出去了。我跟隔壁王大妈说了，说阿娘在山上摔了，现在卧床不起。徐天，这次只要你不出来，我就真的放你走。徐天，对不起，苏娘子，我只是想给你送块烤红薯。徐天，你既然走了，为什么还要送这个过来？全乾阳县有这么多好姑娘，为什么偏偏是我？因为在你身边有家的感觉。苏娘子要是嫌我烦，我这就走。徐天，你听好了，我苏荷这辈子不求大富大贵，只求一生一世一人心。所以你愿意和我在一起吗？太好了，我有家了。娘子这苦肉计倒是钓了条大金鱼回来。三拜天地，入洞房。往后苏府就有劳徐护卫了。是，娘子。徐天，我都说了不喝，这要干娘加了足足3倍的黄连，你闻闻，这气味都能把人熏晕过去。最后一口，喝完了，我掌心里这几个蜜饯都归你。徐天，你又不是不知道，我这身子早就坏了，这药喝的再多，我也不会有孕的。我知道，但这药不是为了秋子，是为了你。每每癸水来时，你都痛得整宿打滚，冷汗湿透几层衣裳，瞧着比刀子扎在自个儿身上还疼。徐天，这么关心我的身体，我怎么能辜负他的好意？啊！苦死我了！蜜饯，快拿蜜饯来！剩下那点散的，你们分着吃了吧。早些收摊回家。客官，今儿打烊了，若是买栗子，请明儿赶早。清河，你倒是一点没变。见过沈大人，大人竟有雅致，光临这穷乡僻壤的小店。清河，你我之间何时竟生分到了这种地步？沈大人，您认错人了。现在的我名唤苏荷，苏是流云姐姐的姓，荷是地里的庄稼。还有，苏荷早已成亲了。是谁？是谁敢碰爷的人？爷这就带人杀了他！杀了他，然后呢？沈大人是打算再买一座庄子，再养一个叫苏荷的外室吗？不是的，清河，不是那样的。从前是我猪油蒙了心，是对不住你。可你死后，爷方知对你早已情根深重。清河，这5年来我找你找的心都要碎了。你听我说，你走后，爷把那些欺辱你的爹娘兄嫂全送进了大牢，这辈子都别想出来。那些在背后乱嚼你舌根的丫鬟，爷全部送走了。还有那个蛇蝎心肠的少夫人，那个敢给你下假孕药、离间你我关系的人，也已经把他安排在了暗无天日的院落里，让他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。沈大人，说完了吗？清河，你难道不痛快吗？爷替你报了仇啊！沈大人，那都是过去的事了。您说的那些人，在我心里早就连个影子都不剩了。哪怕没有这些人，你我之间也绝不会长久。不可能，不可能！沈大人，便是到了现在，您恐怕也不清楚我当初为何要死逃生。是因为二嫂，还是因为那些下人，爷都替你杀了？不是因为那些人，我想做个人，一个能顶天立地、自己做主的人。在你身边，
我没有自由。你兴致高了就逗弄两下，你厌烦了便晾在一边，任由外头风吹雨打。只要我碰到了你那所谓的底线，你就会毫不犹豫的让人教训我。你教我的从来不是读书识字，而是教我在你身边的规矩。沈大人，那不是爱，那是驯化。爷从未这样看待你。可你也没把我当做人，当做一个可以坐在你对面平视你的人，不是吗？二爷偏要勉强你，这乾阳县也想要一个人，没人拦得住。大人是聪明人，应当知道强求不得。谢家相府那位夫人绝不会容忍您这般折辱她的颜面。您刚在朝堂站稳脚跟，若是落了个强抢民女、宠妾灭妻的名头，闹到人财两空，岂不白白便宜了旁人？伺候他这7年，我最了解他的脾气。少爷这人呐，最会权衡利弊，在官位和女人之间，他从来都选前者。青州的板栗又沙又糯，既然大人远道而来，这一份便送给大人，带回去让夫人尝尝鲜吧。今天风大，爷送你回家。不用了，大人，我夫君已经来了。这鬼天气，怎么收摊这么晚？手都要冻僵了吧？娘子，我来接你回家。咱们回家。桃花院的大火带走了那个叫清河的丫鬟，这一场乾安的春风，却成全了一个叫苏荷的人。接下来的日子和徐天一起走下去，愿此生幸福安康。